第131章，一掷千金。克拉格俱乐部地下靶场内，练完射击，克莱恩用心的保养了附赠的那把左轮，并把净化子弹、裂魔子弹和驱血子弹的比例调整为3:1:1。呼，他吐了口气，收好左轮，整理了下外套，慢悠悠往1楼大厅返回。他刚才已经听侍者提过，今天的限量供应是香煎龙骨鱼。刚入自助餐厅，克莱恩就看见了熟人塔利姆·杜蒙特。这位有头棕色短卷发、出身破落贵族家庭的马术教练正目光没有焦距，食不知味的用着午餐。克莱恩端着自己的餐盘过去，坐了下来，打了声招呼。塔利姆扭头看了他一眼，嘴唇翕动了几下，沉默了3-4秒，最终嗫嚅着开口道：“夏洛克，你认识那种有奇怪能力、很厉害、很少见的人吗？”“认识，你面前的就是。”克莱恩微动眉毛，未做正面回答。“你想做什么？”塔利姆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他神情凝重的思考了一阵，挤出笑容道：“没什么，我就好奇问一问，上次问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该怎么办，这次问是否认识有奇怪能力的人。这是想把对方解决掉，彻底斩断你朋友的念想。什么人值得你冒这种风险？请杀手等同于谋杀啊！”克莱恩无声嘀咕了几句，切了块无细刺的鱼肉塞入口中。塔利姆吸了口气，快速吃完了盘子里的食物，用餐巾擦了擦嘴。他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噙着笑容道：“麦克想雇佣你几天，做他的保镖。”麦克约瑟夫，《每日观察报》那位记者，我记得他在金玫瑰里面的表演相当出色。克莱恩呵呵一笑道：“麦克又想做什么？”塔利姆摊了下手道：“我不清楚，他只是随口提了下这件事情，好像与一件采访任务有关。他说他后天会去拜访你，希望你有空接这个委托。我并不能确定，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克莱恩未做肯定答复。”就在这时，他耳畔响起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来自一位女士：“魔术师小姐，她准备好献祭金钱换取配方了。”克莱恩加快速度，解决完了剩余的食物，然后一口喝干红茶，到接待台让侍者帮自己开了一间休息室，用灵性之墙密封住房间后，他进入灰雾之上，发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魔术师小姐正申请举行献祭仪式。福尔斯之所以会拖到现在，是因为他身上只有370金镑，必须去银行取出部分存款。一番操作后，他看见那450磅现金消失在了虚幻之门里，而他的脑海中则多了一份配方：序列8，戏法大师，主要材料：食灵者的胃袋、深海枪鱼的血液20毫升，辅助材料：额尔利制作的精油5毫升，线球草粉末10克，盛开的红丽花1朵，纯水80毫升。终于得到了，好几年了。福尔斯一阵欣喜，忍不住来回踱步，踌躇满志。旋即他不放心地拿出纸笔，记录下配方，以免出现遗忘，还得麻烦愚者先生。如果不能遇到不懂行情的人，主要材料至少300磅一件，而我只剩430磅了，还得努力赚钱才行。我要写新书了。福尔斯瞬间觉得自己充满了动力，不再是之前那个拖延症中晚期患者。周三傍晚7点55分，携带着全部积蓄的克莱恩感觉相当复杂的踏入了智慧之眼老先生举行聚会的那栋房屋内。他罩着黑袍，用多帽的阴影遮住了脸孔，并且还戴了一张铁面具。1674磅现金以及5枚金币，这是我身家财产的新巅峰，不知道这次聚会后还能剩多少。克莱恩思绪纷呈的进入起居室，借着那朵摇曳烛火的光芒扫了一圈。咦，药师没来，这是有事情耽搁了。克莱恩微皱眉头，坐到了上次那个位置。过了几分钟，智慧之眼老先生轻拍手掌道：“开始吧。”他话音还未落下，就有人迫不及待的开口，正是那位笼罩的严严实实，背后似乎有工匠支持的女士。她压着嗓音道：“上次那位卖贿赂者配方的朋友来了吗？”我在。克莱恩简洁的回答道。那位女士明显松了口气，伸手推了下铁面具道：“这次有你需要的非凡武器，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现金。”什么非凡武器？克莱恩按捺住了内心的躁动。那位女士组织了下语言道：“这是由神圣太阳鸟羽毛编织成的鞭子，平时你可以将它伪装成皮带，使用时它将覆盖纯正的神圣的光明之火，凡是被它抽中的死灵类怪物都会遭受极大伤害，其中较为弱小者甚至会直接泯灭。它还能用来浸泡液体，
制造太阳圣水，但这会让它的灵性维持时间降低，一次1个月，目前它能在13个月内有效。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用它换贿赂者配方，不需要你再额外加钱。神圣太阳鸟，不是太阳神鸟啊，如果是后者的羽毛，我就要了。当然，只有尾羽才行。那可以用来调配序列4无暗者魔药。克莱恩对这件武器本身还是比较满意的，但问题是和净化子弹、驱邪子弹的作用有不小的重叠，而且只能用13个月，每制造1份太阳圣水还会缩减1个月，到时候他又得补充类似的物品了。想到这里，他扭头望向主位，智慧之眼先生，您能详细介绍上次提到的那根胸针吗？写在纸条上，并注明能够让您满意的价格。他怕在场其他人听完介绍后也对那枚胸针感兴趣，从而把价格抬高，所以临时决定让对方用书写的方式。好的，智慧之眼笑了一声，让侍者拿来了纸笔。他书写的时候，聚会成员继续着交易，甚至有人心动地询问那根鞭子的价格，得到了等下再说的答案。过了一阵，智慧之眼写好介绍，通过侍者交给了克莱恩。克莱恩展开一看，发现纸上的单词都用着印刷体，看不出特殊的地方。很小心嘛，他仔细阅读起来。太阳胸针也可以被称呼为圣夏，类比2级封印物里较弱的那种，以它为圆心，10米范围内将充斥纯净温暖的力量，正常人无法察觉，但死灵类怪物将不断受到伤害。他们会如同炽热火球下的水池，飞快地蒸发着，哪怕怨魂和幽影也同样如此，只是会支撑得更久一点。在这种环境下，强力死灵的实力会明显被削弱，佩戴者很难被邪灵类怪物附体和污染。能使用召唤圣光、制造圣水、光明之火、净化之斩、免疫恐惧、神圣誓约和太阳光环等法术。缺点是，只要佩戴着它，你就永远无法感受到凉爽，始终处于可怕的炎热里。年轻人，不要小看这种状态，燥热烦乱的你会一点点步入失控的深渊。只有出价到2000镑，我才可能卖掉它。不要试图讲价，你应该很清楚，我不算太缺钱，并且是一位收藏家，比我想象的要强力不少啊。上次智慧之眼老先生说的太含糊了。克莱恩看得怦然心动，思考了几秒后，侧头望向那位背后有工匠的女士。900磅现金序列7魔药配方，正常售价是800磅左右。成交。那位女士毫不犹豫就回答道。早知道我开1000磅的。克莱恩挤出了一抹笑容。他是一位守信的人，没有反悔，用准备好的配方换到了900磅现金。身上的钞票瞬间激增为2574磅，这是足以让一位单身男士一辈子都过得不错的积蓄。而经过智慧之眼老先生的鉴定后，那位女士又满足地看了一遍配方。序列7贿赂者，主要材料：哭泣婴儿花1朵，怪脸大麻结晶。辅助材料：金色曼陀罗汁液5滴，黑色曼陀罗汁液5滴，迷幻草精油4滴，红葡萄酒80毫升。完成了这笔交易的克莱恩吸了口气，望向智慧之眼老先生，郑重开口道：2000磅，我要那枚太阳胸针。智慧之眼呵呵笑了2声。坦白的讲，其实我并不是太想卖，但既然我有了2到81分，太阳胸针的存在就不是必须，而且我已经开价，反悔不是我的风格，你等我3分钟，我去把太阳胸针拿出来。好的，克莱恩又肉疼又期待的回答。这个时候，起居室内非凡者们的目光都投射到了他的身上。2000磅的交易在这个层次普通的聚会里很少出现，1、2年都未必有一次。而从这些目光里，克莱恩明显察觉到了一定的贪婪和觊觎。短暂的静默后，交易继续进行，一直到智慧之眼回来，他摊开的手掌里安静的躺着一根暗金色的做成太阳鸟形状的胸针。可以明显看到，智慧之眼脸上有了些许汗水。第132章太阳胸针。你可以确认之后再付款。照着戴兜帽长袍的智慧之眼直接走到克莱恩身前，将那根暗金色的胸针递给了他。很大气嘛。克莱恩刚伸手接过，还未来得及仔细端详，就感觉到四周已变得炎热，连风都仿佛被烈火烧过，一吸入鼻端就蔓延灼至肺部。这个瞬间，他仿佛离开了阴冷潮湿的贝克兰德，正置身于北大陆中部的沙漠和荒野，头顶是散发着无穷光与热的太阳，周围是干燥到极点的无垠黄沙。呼，让我想吃冰淇淋。克莱恩的额头慢慢沁出了汗水，但在铁面具的紧贴下，那些液体却无法畅快的掉落，只能黏糊糊的盘踞于原地。通过直接的触碰，他察觉到了往外辐射的纯净温暖力量。
而周围的非凡者们毫无异状。把胸针别在正确位置后，克莱恩发散灵性，将它们进入了那暗金色的表面。轰的一下，他看见了漫天飞舞的纯金色光点，接收到了诸多信息，这里面就包括该怎么借助胸针使用部分太阳领域的法术。重点在于灵性的输入技巧和配合的开启咒文。其中，持续提供灵性2秒，胸针将召唤来一道神圣的、从天而降的光芒，净化死灵类生物，并对另外类型的目标造成一定伤害。持续提供灵性5秒，并配合着用古赫密斯语念出太阳这个单词，则能制造少量太阳圣水，这能驱除邪灵，赶走寒冷，净化怨魂。再加上强弱与间断的区别，其余法术也就对应施展出来了。光明之火是凭空产生金色的神圣的密集的火焰，净化之斩是针对邪灵怨魂的有效打击，可以附加于子弹上，免疫恐惧能让佩戴者不再感觉害怕。神圣誓约则是通过默念对应的古赫密斯语单词，为自身短暂增加力量、敏捷、火焰伤害或神圣伤害。太阳光环针对20米范围内的同伴，能有效提高他们的勇气，净化他们体内的邪异力量。感觉不错，除了不够诡异，没什么太大的缺陷，和我的魔术师能力正好互补，就是热了一点。克莱恩脑海内幻想的竟是自己短衣短袖的样子，他卷起长袍，从里面的衣兜里拿出了一叠叠钞票，加上刚才从背后是工匠的那位女士处得到的900磅款项，点数了足足2000磅现金给智慧之眼的侍者，数了3遍，最终确认无误。克莱恩看了眼迅速瘪下去的钱包，心情既喜悦又惆怅，他辛辛苦苦攒的钱又只剩574磅钞票加5枚金币了。不过他也收获了自身的第2件神奇物品，副作用明显小于万能钥匙，能力更为出众的神奇物品太阳胸针。就是太热了，克莱恩伸手摸了摸铁面具，差点把它摘下来扇风。钞票金额回到了过去的他，不再考虑购买别的物品，安静的坐在那里，一直旁听到了结束。而受那2000磅大额交易的刺激，今晚的聚会相对活跃，比如那根由神圣太阳鸟羽毛编织成的鞭子卖出去了850磅，比如智慧之眼连续出手买下了一本古籍，一件非凡材料。等到结束，智慧之眼环顾一圈，望向克莱恩，轻声笑道：你第一个离开，这是怕我被人抢劫啊？克莱恩诚恳道了声谢，在侍者引领下走出了起居室，然后迫不及待地脱掉戴兜帽长袍，摘去了铁面具。他刚才已经尝试过用灵性包裹和封锁，可以隔绝太阳胸针对周围不间断的净化，避免它的存在被其余非凡者发现，但负面效果却无法减弱，除非不带在身上。为了保证我的精神健康，以后得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它，平常靠净化子弹驱邪子弹就足够了。克莱恩离开聚会地点，绕了个大圈子，来到勇敢者酒吧外面。他进入转了一圈，很快又走了出来，雇佣了一辆马车。没有意外，他很快就看见对面的位置上勾勒出了一道身穿黑色宫廷长裙的身影。沙伦的外形没有任何改变，他语气飘忽虚幻地问道：准备好了吗？好了，你们可以挑选埋伏地点和时间了，确定好之后通知我。克莱恩平静点头。沙伦看着他道：好。眼见他即将消失，克莱恩又补了一句：让卡斯帕斯准备一箱炸药，零散着埋在预定战场的不同地方。沙伦默然了2秒道：史蒂夫也是爆破专家。不，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炸谁。克莱恩笑笑道：我只是想放次烟花。沙伦静静望了他几秒，最终只是点了下头。目睹他的身影飞快虚化，克莱恩往后靠住箱壁，打开了车窗，让外面刺入骨髓般的寒风吹了进来，但是他依然感觉很热。我在地球的时候就最讨厌夏天，我喜欢冰棍、雪糕、冷饮、西瓜。克莱恩一边咕哝着，一边将手伸入衣兜，握住了太阳胸针。这可是价值2000磅的神奇物品。回到明斯克街，克莱恩沿着两侧树木凋敝的道路慢慢往15号那栋房屋走着。路过于尔根律师家的时候，他下意识望了眼里面，看见了煤气灯带着些许蓝色的光芒。有人在啊！克莱恩笑着感叹了一声，额头是不断下淌的汗水。第2天，也就是周4一大早，克莱恩刚拿着报纸从盥洗室出来，就听见了门铃被拉响的声音。谁啊？对了，塔利姆提过，记者麦克约瑟夫今天会来找我。叮叮当当的动静里，克莱恩来到门边，伸掌握住了把手。
他的脑海内已自然呈现出了来访者的形象。30岁上下，黑色呢质大衣，同色半高礼帽，眉毛稀疏，蓝眼迷人，有2撇漂亮的小胡子，但皮肤相当粗糙，正是《每日观察报》的新闻记者麦克约瑟夫。早上好，麦克，塔里姆告诉过我了。克莱恩开门打了声招呼。那枚太阳胸针毫无疑问被他扔到灰雾之上了。麦克约瑟夫拉了下领结道：抱歉，这么早打扰你，我等下还有别的事情。我明白。克莱恩客气道：用过早餐了吗？要不品尝下我烤的吐司？麦克顿时露出了微笑。这真是不好意思啊，如果还能有一杯热咖啡就好了。牛奶也行，我看你有订新鲜牛奶。好的，克莱恩跟着露出笑容。他忙碌着烤好了吐司，倒上了牛奶，拿出了奶油吸管，然后坐了下来，什么也没说的吃至半饱。对面的麦克则一点也不拘束的享用着早餐，对沉默的气氛毫无察觉。呼，克莱恩吐了口气，放下杯子道：麦克，你想雇佣我保护你？麦克慢悠悠放好刀叉，喝了口牛奶。是的，大概2天，周5和周6，也许还包括周日上午。有谁想伤害你？克莱恩斟酌着问道。麦克呵呵一笑道：不，这是一种主动性质的自我保护。报社总编安排我去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做一期调查新闻，据说有受某个教会或者某位贵族的资助。你知道的，东区黑帮横行，到处都是恶棍，或者为了一口吃的愿意出卖良知的人。我需要一位善于格斗、善于射击的保护者，而且绝大部分私家侦探都在东区有一定人脉，不是吗？我没有，我破案靠的都是玄学，不，推理。克莱恩想了想道，但我这几天未必有时间，得等待沙伦小姐那边的行动。麦克忙清了清喉咙道，我已经申请过了，10磅，这次的保护任务总计10磅，即使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克莱恩笑了一下道，麦克，我是认真的，你明天这个点，早餐后来找我，我如果有空闲会接下这个委托，要是确实忙不过来，我会给你介绍另外的侦探，同样善于格斗、善于射击，比如斯图亚特，比如卡斯兰纳。他脑海内已然闪过了2个名字。麦克吃掉剩下的吐司道，没问题。早餐之后，克莱恩目送这位新闻记者离开了自己的家，并通过凸镀窗的玻璃欣赏着外面淅淅沥沥的冻雨，来来往往的马车和行人，欣赏着暗沉的天色与一把把颜色各异的雨伞。总算有一次正常任务了，既未涉及非凡者，又不是找猫捉奸那种。可惜不是凶手案之类的委托，否则我就能体验下真正名侦探的感觉。真相只有一个。克莱恩思绪漫无边际的发散着，整个人处于一种莫名悠闲的状态里。如果不是还记挂着沙伦和马里奇的事情，他都打算好好放松一下，参观各种博物馆，买一张大剧院的票，听几次歌剧和音乐会，好好体验贝克兰德这座大都市内汇集的各国美食。我是一名随意的游客，孤独的美食家。克莱恩自嘲一笑，转身往沙发区域走去，打算翻一翻还未看完的报纸。忽然他发现茶几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张纸条，字迹娟秀而拘谨。今晚10点，勇敢者酒吧后门碰面。克莱恩愣了一下，扭头望向窗外，无声叹息道：终于要开始了吗？第133章，登台前的魔术师。晚上10点，勇敢者酒吧后门的小巷子内，穿着黑色双排扣长礼服，头戴同色半高礼帽的克莱恩只是在这里转了一圈，就像上次那样漫步往最近的街道行去。他刚走出巷子口，一辆马车就停在了他的面前，而玻璃车窗后是马里奇那双始终压制着恶意的褐色眼眸。克莱恩按了下头顶的半高礼帽，握着硬实的手杖，平静从容地登了上去，仿佛眼前的马车是他自己招手喊停的一样。他坐了下来，理了理领结，如同赴宴途中的绅士。这样的装束不适合战斗，身穿白衬衣、黑马甲、紧身裤的马里奇上下打量了几眼，捏了捏突然皱起的眉头。看得出来，他对克莱恩的实力还抱有一定的怀疑，只是选择了信任沙伦。克莱恩一派轻松的笑笑道：我和你的非凡能力不同，战斗风格也不同，这样的衣物并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甚至还很适合我。比如他的口袋很多，能将不同的物品装在不同的地方，以免着急的时候拿错，将生命葬送在可笑的失误上。他边说边从缝制的某个暗袋内拿出了剩余的3支镇静剂，药师调制的特殊镇静剂。他话音刚落，另外一面车窗旁的位置上飞快勾勒出了一道身影。
穿黑色宫廷长裙，戴小巧软帽的身影，这正是一种途径的序列5强者怨魂沙伦。你解释的太多了。沙伦蔚蓝的眼眸望向克莱恩，语气飘忽的说道。不够自然，我只是想逐渐进入表演状态。克莱恩干笑2声，给予了回应。大概是因为我有点紧张，不等沙伦再次开口，他将那3支镇静剂递给了马里奇。你自己找机会喝下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经验丰富，不会喝得太早，也不会喝得太迟，更不会喝得太少或者太多。马里奇看着密封而透明的玻璃试管，轻轻摇晃了一下里面的液体道：2支半，再多的话我会真的震惊，短时间内什么也不想做。很好。克莱恩赞了一声，转头看向沙伦，你们确定好埋伏地点了吗？沙伦轻轻颔首道，我们在前往那里的路上，他没有直接把预定的战斗地点透露给克莱恩，很谨慎，很小心嘛。克莱恩想了想，转而问道，你们会因进化而受到伤害吗？活尸会，我变成灵体状态时也会。沙伦非常简洁的做出回答，也就是说，当序列5的怨魂还处于有肉体的状态时，进化很难产生效果。克莱恩若有所思的追问道，驱邪呢？炼魔呢？因为要对付的是同一条途径的强者，沙伦未做隐瞒，猎魔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驱邪能同时伤害身体和灵体，但都不够致命。克莱恩勾勒出笑容，吐了口气道，我明白了。他思索了一下，斟酌着再问，你们现在有感觉到净化和驱邪的力量吗？没有。马里奇在旁边沙哑着回答，很好，从灵性之墙变异来的灵性囚笼确实能隔绝太阳胸针的影响，但是我好热啊。克莱恩暗自叹息了一声，转而确认道，怨魂史蒂夫、活尸杰森和狼人泰尔除了深红月冕，还有什么神奇物品或者非凡武器？我们不清楚。马里奇又一次捏了捏眉心，显得有些烦躁。大战在即，本就压制着恶意与欲望的他，难免会有些情绪方面的波动。沙伦安静的听完，语气不见波澜的回答道，受深红月冕的影响，杰森和泰尔会处于较为疯狂的状态，即使他们有神奇物品，也没理智去使用，除非是被动型。马里奇补充道，而对狼人来说，手爪就是他的非凡武器。我是这样，泰尔是这样，杰森也是这样，那能划破钢铁，自带毒性。克莱恩眼眸微转，点了点头，好了，我没有问题了。路人已经稀疏的夜里，马车飞快奔跑着，轮子时不时碾过水洼，溅起细微的污点。过了10来分钟，马里奇让驾车的活尸勒住了缰绳。克莱恩从玻璃窗户往外望去，看见了一个破败建筑阴暗层叠的地方，不远处则有哗啦啦的流水声传来，这是废弃了1年即将改建的西拜朗船坞，我们预定的埋伏地点就在他的仓库区域。马里奇开口介绍道，废弃的西拜朗船坞，真要出了什么意外，塔索克河就是最好的逃跑通道。根据我之前的勘察，从这里出去往西北方向走，大概2公里的距离，有一座杠杆教堂，属于蒸汽与机械之神。克莱恩迅速将周围的情况回忆了起来。他下了马车，状似悠闲地整理了下衣物，拿着手杖，跟随沙伦或马里奇深入了那座即将改建的船坞。走了大概有5、6分钟，他们来到了几座仓库围出的一片空地上。这里泥土黑褐，枯败的杂草倒伏于各个地方，一个木箱则静静地摆在僻静昏暗的角落里。那是你要的炸药？马里奇指了指道。克莱恩颔首道，你们不怕有流浪汉将它偷走吗？这里的地下睡着我的那些活尸，一旦有谁进入，他们就会将对方吓走。马里奇又分别指了几个地方，你埋炸弹的时候避开他们没有问题。克莱恩轻笑点头，转而问道，我现在使用净化和驱邪能力，会伤害到你的那些小家伙们吗？不会，沉睡状态的他们等同死尸，而且还有厚实的泥土阻隔。马里奇给出肯定的答复。沙伦环顾一圈后，难得多话的说道，你在这里做你的准备，我们去把敌人引过来，这不会超过30分钟，请把握好时间。你做完准备，随即躲到一个仓库内，不要急着出手，一定要有耐心，不管场面有多么凶险，你都当作是正常的。等到我变得虚弱，深红月冕出现，你再用那只眼睛寻找史蒂夫，对他发动突然的袭击，而我也会使用我的神奇物品配合你。克莱恩认真听完，低笑了一声道，很简单的计划，越简单的计划越有效。沙伦平静回应道。马里奇捏了捏额头，甩了下脑袋道，史蒂夫不是愚蠢的家伙，而复杂的计划只要出现一点问题，就会全面破产。交流完毕，沙伦的身影瞬间消失，
马里奇也快跑着离开了船坞。目送他们离开，克莱恩从衣兜里拿出了一个方形小铁盒，上面紧贴着一层灵性构成的薄膜，这就是从灵性之墙演变而来的灵性囚笼。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隔绝某些神奇物品对外界的影响，但无法改善加于持有者的负面效果。当然，那种太过强力或太过诡异的封印物，也绝对不是灵性囚笼能够对付的。那需要专门的对应的特别的封印环境。4座仓库，杂草丛生，地面因为之前的阴雨有些泥泞。克莱恩抽出一张纸条，随手一抖，啪！那纸条迅速绷紧，坚硬的仿佛铁板。克莱恩握着这纸条，迅速在空地中央挖了个很浅的坑洞，将手里的方形小铁盒埋了进去，和外界只隔着薄薄一层泥土。紧接着，他从木箱里取出一根根炸药，分别埋在了不同的角落和不同的仓库里。最后剩下的几根，他全部埋到了靠近中央的地方。做完这一切，他掏出左轮，再次调整了子弹的比例，净化3枚，驱血2枚，将左轮塞入腋下枪袋内。克莱恩整理了下衣物，来到2间仓库的夹缝处，丢了个纸人在那里，丢在了埋好的炸弹上面。他又审视了周围一遍，随即掏出另一个方形铁盒，解除掉外面的灵性囚笼，取出了那根太阳鸟形状的暗金色胸针，郑重地将它戴在了左胸位置。呼，克莱恩吐了口气，离开这里，到外面转了一圈，丢了些不起眼的东西，并点火烧掉了用过的那张纸条。回来之后，他攀爬至某座仓库的顶部，躲到了阴影里，伸手点数和确认好各种符咒、纯露和草药粉末。克莱恩摸了摸铁质卷烟盒，啪的打了个响指。他之前丢在2座仓库夹缝位置的纸人顿时立起，变成了一位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戴半高丝绸礼帽、拿硬式手杖的绅士。这绅士的位置相当偏僻和隐蔽，从外面进来的人很难看到他。而有了他的代替，克莱恩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了原地。不过，他的视线并未受到任何影响，能清楚地看见通向这片空地的道路。哪怕已经做好了准备，哪怕经历过很多的战斗，此时此刻的克莱恩依然有些恐惧，有些忐忑。再好的表演也可能被人看穿，而且对面还是位拿着神奇物品的序列5强者，还有一位序列6和一位序列7。这就是每一位魔术师登台前的状态吧。克莱恩无声吸了口气，压制着内心的种种情绪和身体的燥热发烫。今晚，绯红的月亮一直被云层遮着，空地里只有些许微光。没过多久，克莱恩就看见3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一前一中一后。第134章，活尸和狼人。跑在最前方的是马里奇，他略显凌乱的头发被风完全刮向了后面，脸部的表情呈现扭曲般的狰狞。他的速度比处于最高峰的蒸汽列车还快，嗖的一下就来到了那片空地的入口。可就算这样，他依然没能摆脱后面的追赶者。离他最近的是位脸色和他同样苍白的男子，对方的脸上有几块不明显的黑斑，仿佛腐烂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痕迹，眼中的恶意则完全不加掩饰，不做压制，像渴望新鲜血肉的活尸更胜过人类。克莱恩猜测这位应该就是序列6的杰森。杰森或马里奇的距离保持在7、8米范围内，时而拉长，时而缩短，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而他们后面10几米的地方，一道身影被越甩越远，那是个瘦削但健壮的男子，头发剃得很短，根根如尖刺般竖着。他双臂摆动之间，手掌尖端有金属般的光芒映着微弱的绯红月华，那是长如匕首的一根根黑色指甲。狼人泰尔。克莱恩在心里默默念出了对方的代号和名字，脑海内则浮现出了泼洒满鲜血的墙壁，挂在凸起位置的肠子，落满一地的血淋淋断肢和内脏。噔噔噔，马里奇用尽全身力气般奔逃着，杰森咬紧牙关，搏命追赶。他脸上愈合的黑斑不知什么时候已胀得透亮，似乎有腐烂液体将要滴出。2人所过之处，地上的水洼和泥泞土中的液体飞快凝出了白霜，一寸寸冻结。枯败的野草被2人带起的劲风吹高，于缓缓落下的过程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烂着、朽化着。忽然，结霜的泥土里伸出了一只苍白的手掌，准确地抓向了杰森的脚踝。啪！杰森扭转身体，用力一踢，直接将那手掌的腕部踢断，将他踢飞了出去，而端口处血肉早已烂掉。
一条条白色的蛆虫争先恐后的往外蠕动着。马里奇停了下来，用右手捏住嘴唇，吹了声凄厉的口哨。砰砰砰，空地不同位置的泥土被掀开，一具具没有表情的尸体坐了起来。与此同时，阴冷之风忽然打旋，数不清的透明幽影仿佛闻到了鲜血盛宴的味道。谁也不想落后的涌向了杰森，有的拉他手臂，有的扯他小腿，有的干脆抱住了他的脑袋。杰森顿住脚步，哼了一声。那一道道幽影顿时倒飞了出去，有的惨叫着消失，有的迷失于原地。近乎是瞬间，马里奇和杰森同时抬起了右手，拇指竖起，搁在食指旁，食指则瞄准了对方。无声无息之中，隔断两人的空气炸开了，往上翻腾出一缕缕黑气。马里奇随之退了一步，凌乱的头发刹那枯萎了几根，往下飘落。马里奇，你还是这么弱，还是不懂得利用欲望的力量。杰森低哑着笑道。这个时候，狼人泰尔赶到了他的身边，而负责此次行动的序列5强者史蒂夫还不知道在哪里。不要急着解决马里奇，等着沙伦来救他。史蒂夫大人即将赶到。狼人泰尔压低嗓音对杰森说了一句，他旋即伸出鲜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不知道沙伦脱光衣服会是什么样子。他话音未落，忽然看见杰森扭过了脑袋，苍白的脸上阴惨惨一片，眸子里则隐约具现出了2道相同的身影。黑色的宫廷长裙，淡金的头发，精致的脸孔，没有血色的皮肤。啪！他2只手掌伸了出去，掐住了狼人泰尔的脖子，骨头难以支撑的吱嘎声随之响起。怨灵沙伦来袭，泰尔猛地吸气，让脖子鼓胀得像是水管，让那里长出了一根根黑色硬毛，短暂对抗住了要捏断他气管和颈椎的力量。他的眼睛渐渐翻白，鲜红的舌头伸了出来，粘稠的唾液顺着嘴唇两侧不断下滴。可是他的右手却准而稳地深入了衣兜，打破了某个预设的灵性枷锁。整片空地带四周仓库突地亮了起来，绯红的月华冲色满了这里。杰森掐住狼人泰尔脖子的力量飞快减缩，他的身后随之浮现出了头戴小巧软帽的身影。泰尔的脸上则露出了一抹得意和残忍兼具的笑容，右手从衣兜里拿出了一轮缩小的满月。绯红的满月，那是一件不断散发着宁静光辉的暗红色饰品，它呈圆月的形状，四周镶嵌着一枚又一枚绯色宝石，中间则是象征月亮的符号和诸多神秘标识。沙伦本能眯起眼睛，退后了2步，虚幻飘忽的感觉迅速消退，他的双腿似乎再也无法支撑他的重量，他软软倒在了地上。黑色的繁复的宫廷长裙沾上了尘埃和泥泞。狼人泰尔举高那绽放绯红清辉的巴掌大小圆形饰品，喘息着笑道：史蒂夫大人说的没错，你们肯定会尝试反扑，而沙伦你附体操纵的对象必然是比我高一个序列的杰森，所以他把深红月冕交给了我，你猜他现在在哪里？这和沙伦预计的不一样啊，看来我只能自行选择最好的出手时机。克莱恩看得听得皱起了眉头，并强行按捺住了内心不断泛起的焦躁。这个时候，狼人泰尔没急于进攻，因为他知道深红月冕的效果维持越久，沙伦越是虚弱，马里奇越是痛苦。而杰森本就冷酷的眼睛则多了抹蕴含残暴的疯狂，再也找不到理智的存在。他也受到了深红月冕的影响，但习惯放纵欲望的他并没有产生痛苦的感受，而是对眼前的新鲜血肉充满渴望。和杰森喉咙里发出了一声不像人类的低吼，裸露在外的皮肤汗毛根根转白。就在这个时候，沙伦艰难抬起双臂，用左手取掉了右掌戴着的那只黑色手套，而杰森正好扑向了他，四周的泥土随之覆盖上了一层薄冰。突然，沙伦的掌心爆发出了无穷无尽的虚幻光芒，他们吸食着沙伦的灵性，与这位人偶般小姐的身影前方交织成了一扇布满神秘花纹、充斥无法描述味道的青铜色大门。大门摇晃着，吱呀一声打开，裂出了一道缝隙。缝隙之内，一双双或苍白或透明，或长满牙齿或血淋淋没有皮肤的手臂伸了出来，跨过虚空，抓住了活尸杰森。一双双难以名状的眼睛密密麻麻躲在门后的黑暗里，静静地注视着前方的猎物。杰森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那一条条手臂抓住了，就被那一根根滑腻的虚幻的触手缠住了，就被那凸显出一张张婴儿脸孔的青黑色藤蔓绑住了。这些诡异的事物哭喊着，尖笑着，
竭力将活尸杰森拖向门后。哪怕被嗜血和杀戮欲望完全掌控了思绪，杰森也本能感觉到了害怕。他喉咙的声音豁然加剧，那条条让人头皮发麻的手臂上顿时凝出了一层层冰霜，那凸显出张张婴儿脸孔的青黑色藤蔓则发出痛哼之声，有腐烂般的浊黄色液体不断下滴。拉扯的力量放缓了，但却没有消失。杰森不断驱使幽魂干扰，就如同将石头丢入了大海。他尝试着使用死亡领域的法术，也未能产生太好的效果。他的身体难以遏制的坚定的一步步向着那扇虚幻神秘大门的裂缝处前行着，时而能挣扎着后退少许。因为预先服用过一支镇静剂的关系，马里奇没被痛苦彻底打倒。趁此机会拿出了最后那2支镇静剂，啪的折断瓶管，就啄玻璃茶，一口气喝了1支半。他眼中压制的恶意减弱了，脸庞的扭曲恢复正常了，目光唰的望向了狼人泰尔。与此同时，唰的一下，泰尔瘦削但健壮的身体消失在了原地，来到了10几米外。他的身影在那里勾勒出来的时候，原本的位置竟然还残留着虚幻的景象，一道如有生命般的黑气从地面腾起，贯穿了残像，摇曳着消失。泰尔使用的不是闪现，他并没有这方面的非凡能力，他依靠的深红月冕带来的极致速度，能拖出残影的速度。而这个时候，躲在仓库顶部阴暗处的克莱恩也将左手伸入了衣兜，触碰向铁质卷烟盒，解除了表面的灵性囚笼，并轻巧地打开了盒子。他相信怨魂史蒂夫肯定已经来到现场，否则这样僵持下去，杰森肯定会被拖到那可怕的门后，而狼人泰尔即使有深红月冕的加持，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马里奇，到时候沙伦再用神秘之门对准狼人，深红月冕就将改换主人。克莱恩的手指刚一接触到铁质卷烟盒内的全黑之眼，脑海里就想起了，就充满了疯狂的、污秽的、可怕的一语，那是让人血管凸起，眼睛欲裂，头部随时可能爆开的恐怖一语。而就在这一语里，克莱恩看见了一根根诡异的、神秘的、虚幻的黑色细线，它们分成多组，有的延伸至沙伦的身体，有的来自狼人泰尔，彼此交错却没有纠缠的灌入了虚空。其中不少黑线来自于距离马里奇不远但又未重叠的地方。怨魂史蒂夫，他要附体马里奇。克莱恩念头一动，缩回了左手，他没直接拔枪射击，而是打了个没什么声音的响指。轰隆，2座仓库间的夹缝处爆炸突如其来，翻腾的火焰和热流让一道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身影飘荡了出来，借此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后，克莱恩迅速拔枪，向着记忆中的那个位置勾动了扳机，而与此同时，他胸前的暗金色太阳鸟胸针闪过了一抹流光，他将进化之斩附加到了进化子弹上，砰，子弹拖着淡金色的光芒射了出去。第135章，可怕的怨魂。一抹淡金色的流光转瞬即至，打在了看似没有人的空地上，可是那里却突地腾起了璀璨的火焰，飞快勾勒出一道穿黑色燕尾服、着暗红披风的身影。这身影的左臂位置燃烧起了神圣而明净的火焰，不断冒出淡黑而泛绿的烟气，映照的他苍白的脸孔阴青一片。这是位40来岁的中年男士，头发整齐厚梳，泛着油光，一丝不苟，眼眸黑中藏绿，没有一点感情，没有丝毫痛苦。怨魂史蒂夫，他的脑袋扭了过来，蓦然却充满恶意的视线望向了位于仓库顶部的克莱恩。克莱恩忽地怔了一下，只觉浑身突然发冷，哪怕太阳胸针带来的炎热感觉也无法抵消。他的身体迅速僵硬，他的眼睛变得呆滞，他的眸子内映照出了2道同样的身影，黑色燕尾服，暗红披风，涂着发油的大背头，闪烁阴绿的目光，40来岁的苍白脸孔。几乎是瞬息之间，克莱恩就被控制住了，思绪也逐渐模糊。这就是序列5怨魂的能力，诡异难以防御的能力。还好他预先了解的足够充分，早就有所准备，并且驱邪效果能有效抵抗邪灵类生物的附体，所以在本身思考能力彻底消失前，他鼓荡起源于精神体的灵性，将它灌注入了暗金色的太阳鸟胸针内。就在他抬手掐住了自己脖子时，半空忽地降下了一道明净而纯粹的温暖光芒，它就像来自太阳之国的光柱，带来了灿烂的感觉和神圣的净化，将克莱恩完全笼罩在了里面。太阳领域的法术召唤圣光，圣光之中
那无形的控制之力陡然被削弱，克莱恩的眼睛获得恢复了神采。紧接着，他的身影燃烧了起来，并变脆变焦，只剩下薄薄一张纸。而与此同时，两座仓库间的夹缝位置，因爆炸而腾起的火焰里，身穿黑色双排扣长礼服、戴着同色半高丝绸礼帽的克莱恩跃了出来。他的手杖早不知丢到了哪里，他头顶漂浮的相同身影亦被火苗侵蚀成功，化作片片灰烬，洒向了四面八方。克莱恩还未来得及确认自身处境，就感觉脚踝被无形之物紧紧抓住了。他的小腿、他的手臂、他胸前和身后的衣物同样被牢牢拽住。早已开启的灵视中，克莱恩看见了一道道模糊而透明的身影，他们有的残缺不全，有的浑身血淋，有的表皮焦黑，有的苍白而阴冷。呼！克莱恩的脖子后面吹来了一道不知源于何方的阴寒之风，激得他汗毛根根立起，难以遏制的站立了身体。他身前的暗金色太阳鸟胸针忽然闪过一抹光彩，四周瞬间燃起了一朵又一朵金色的虚幻的火焰。这些火焰散发着太阳的气息，因密集而连成了海洋。这是来自太阳领域的光明之火。围绕克莱恩的那些可怕幽魂无声尖叫着消失了，他脑后的阴风也被太阳胸针产生的燥热代替了。处于这样环境里的克莱恩暂时变得安全，不由充满畏惧的感叹了一声。哪怕自己提前做好了准备，并且有了克制对方的物品，在序列5的怨魂面前，单对单依然岌岌可危，表演险些在刚开始就以失败收场。而离马里奇不算太远的地方，着暗红色披风的史蒂夫身影虚幻了少许，他左臂燃烧的璀璨火焰在黑气的前仆后继之下，很快就彻底熄灭了。他闪烁阴绿光泽的眼中充斥满恶意和欲望，似乎也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此时此刻，有了刚才那一枪的提醒，马里奇已经与他拉开了距离，并指挥从泥土里爬起来的表情麻木的活士们围追堵截着狼人泰尔，自身则绕着圈子制造光滑的薄冰和腐烂的淤泥，试图影响对方的行动。狼人泰尔一手握着绽放绯红光辉的缩小满月，没有停顿的跑动着，直到被活士偶然堵住，才随手抓了下去。唰，那活士被直接分成了6片，早就烂掉的血肉和蠕动的蛆虫撒了一地。狼人泰尔愣了一下，不敢相信的看了看自己的手爪，他这才明白，深红月冕带来的加成绝不仅仅只在速度上。他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些强力而诡异的法术。泰尔停止逃遁，转身面向了脸色苍白的马里奇。这个时候，活士杰森离那道虚幻却神秘的大门越来越近了，他的身上缠满了凸显出一张张婴儿面孔的青黑色藤蔓，他被一只只或长满牙齿或没有皮肤的手臂使劲拖拽着，他的眼睛几乎快贴到了那青铜色大门的缝隙处，与一只只藏在黑暗深处难以名状的眸子冰冷对视着。那里仿佛是他发自内心的归宿之地。不！被杀戮和嗜血欲望掌控的身体开口喊了出声，极其凄厉。本待反扑的狼人泰尔一下顿住，咬了咬牙，将手中那轮缩小版的绯红满月扔了出去，扔向了怨魂史蒂夫。只有让序列5的强者恢复力量，得到加成，战斗才能很快结束，活士杰森才有机会被解救。看到这一幕的克莱恩眼睛一亮，当即抬手打了个响指，啪！轰隆！深红月冕行进的路线上，一枚预埋的炸弹掀起了泥土，往外吹出了满是冲击感的劲风，并腾起了赤红色的火焰。深红月冕被拍了一下，小小的拐了一个弯，落往另外的方向。轰隆！又是一枚炸弹爆开，又是一丛火光腾起，克莱恩跃了出来，扑向离这个位置不远的深红月冕。忽然，深红月冕下落轨迹的前方出现了一只苍白的手掌，稳稳接住了他。这正是不知什么时候已虚化消失，又重新浮现的怨魂史蒂夫。他的本能让他追逐着满月。啪！轻微的声音里，史蒂夫握住了深红月冕，满是恶意和欲望的阴绿眼眸多了一抹灵性光彩，这让他从纯粹的怨魂回归为序列5的强者。他嘴角往上勾勒，冷笑着看了克莱恩一眼。他并未急着解决这弱小的对手，而是让身影再次虚幻消失。已扑了出去的克莱恩就地翻滚了2下，将左手探入衣兜，再次轻巧的顶开铁质卷烟盒，触碰到罗萨哥的全黑之眼，让他眼泪鼻涕止不住下流的一语声里，克莱恩又看见了一根根诡异黑线，并从他们的来处窥见到了消失的怨魂史蒂夫。他正高速靠近着虚弱倒在地上的沙伦，
要控制住对方，解救活尸杰森，彻底结束掉战斗。沙伦才是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克莱恩猛地缩回左手，于念头一动间，再次将灵性灌注入了太阳胸针。一道明净纯粹的神圣光柱从天而降，落了下来，笼罩往沙伦的后方。史蒂夫这暗红披风的身影陡然闪现于了几米外，险之又险地避开了圣光。他的速度在深红月冕的加成下，已是可怕到能于刹那间做出有效的闪避。但与此同时，半蹲在地上的克莱恩已抬起右手，扣动了左轮的扳机。他的目标是活尸杰森。一道绽放灿烂光火的子弹飞了出去，正对着杰森的背部，要帮助他及早进入青铜色的神秘之门。可就在这个时候，史蒂夫的身影消失了，闪现于了杰森的后面，用张开的左掌挡住了那枚驱血子弹。滋滋滋，爆发的阳光让他痛苦的抖动了手臂，眯起了眼睛，皮肤不断焦黑脱落，但又飞快愈合重生着。忽然，他听到了啪的一声脆响，克莱恩又打了个响指，轰隆！就在附近不远的一枚炸弹爆开，掀起的冲击波和子弹般的石子往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拍在了活尸杰森和怨魂史蒂夫的身上。不！一声惨叫中，杰森侧面的衣物破碎了，皮肤之上出现了一个个不断转身的白色印子，仿佛有鲜血即将溢出。对体如钢铁的活尸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太有效的伤害，但于正苦苦支撑的杰森而言，却是死亡的召唤。他再也无法支撑，被那一条条诡异可怕的手臂飞快拉入了青铜大门的缝隙。不！杰森的惨叫远远荡开，那神秘的虚幻大门哐当一声合拢，将后半截声音彻底吞没了，隔绝了。仓库围出的空地内一片安静，活尸杰森完全消失了，像是从来没有降生于这个世界上。怨魂史蒂夫的眼睛一下睁大，张开嘴巴，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尖笑。该死！砰！声音回荡之中，克莱恩就像被人在脑袋上重重来了那么一锤，视线变得模糊，呼吸充满血腥，眼前一片血红。短暂间，他耳朵内尽是嗡隆之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狼人泰尔在送出深红月冕后，已长出遍体的黑毛和尖锐的獠牙，此时也未能免受影响，痛苦的捂住了耳朵，眼角嘴边甚至有鲜血流出。本该趁机抓住他的马里奇更是不堪，依靠镇静剂压下去的恶意和欲望有所反弹，差点失去了对活尸的控制，他的表情变得极其扭曲。